大姐说家，听说你上个月全网播放量还没我公司一个前台小姑娘的多，那说明你公司前台挺优秀，要不改天我找她做个专访？这么多年了，嘴还是这么硬，有用吗？张一言，他那些话你别往心里去，江世泽就是那样的人。我往心里去什么？他说的没错啊，我就是在网上讲点电影，一个月挣那仨瓜俩枣。人家江总的确是人生赢家。知道了，我马上过来。他让我先进去了。如果当年个锤子，这糟心的26年有什么可如果的？哎呦，手机呢？不是，这啤酒瓶这么大的吗？哎，小伙子，醒醒，这地方不能睡觉。你是哪家的娃？穿的这叫什么样子？大爷，这是哪儿？这配件厂后街，你咋睡这儿了？大爷，今年是哪一年？啥？大爷，我说今年是哪一年？1990年啊！你没事吧，小伙子？我穿越了。小伙子，你是不是发烧了？去卫生所看看，别烧坏了脑子。凭什么？我只能靠自己了。月晴，在哪里，在哪里见你？月晴，你也过来了？怎么穿的？你说什么啊？我是张一言，你不认识我？你谁啊？动手动脚的！再过来我喊人了！你不是苑晴？什么晴？你这人是不是脑子有问题？不好意思，认错人了。你跟我认识的一个人长得太像。认错人？你连自己认识的人都分不清。你说对了，我现在连自己在哪儿都分不清。那个，这附近有没有能吃东西的地方？我刚到这边不太熟。往前走，拐角有个面摊，别跟着我。他跟你长得一模一样，但那个年代的月晴，眼神里可没这么多刺。老板，有事儿还是吃面？有事儿也吃面。就是老板，我没钱。没钱吃什么面？去，别捣乱。老板，你给我一碗面，我教你一个秘方，怎么样？啥秘方？给我几根葱。老板，来点面条，不要加汤。这叫干拌葱油面。做吧，面马上好，记得等一下把方子写给我。好嘞。小伙子，再不吃面坨了。刚刚见到的那个女人跟月晴长得一样，离她家崛起还有1年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我能帮她，如果我能让她家在今年就站稳脚跟，不用跟江家绑在一起，那苑晴是不是就不用嫁给江世泽了？好，前提是我得先活下来。业务员就是销售，我有30年的信息差，知道电商怎么起，连锁怎么打的，流量怎么跑的。搁这卖东西，那不是有手就行吗？小伙子，这件10块，纯棉。10块，这么贵？贵，买不买？不买别摸。啊，阿姨，这件白衬衫和这条黑裤子一起买，能给便宜点不？12，不能再少了。阿姨，我不是跟你砍价，我现在真的身无分文。这衣服是面试穿的，你先削给我，我发了工资来补充。你这件虽然怪了吧唧的，布料还行，脱下来换我那2件。以物易物，别跟我扯那些，换不换？换。去那边换去，别在我摊上先碍事儿。蔡姐，这批货送完了，我先回去了。明早6点过来，门口那批还要送到2点。啊。买不买？不买别挡着我做生意。叔，3毛能买半个不？忍着，面试完就有钱了，有钱了先买你3个，不5个，吃2个剩3个，放床头供着。
进来。你来面试的？对，刘主任您好，我叫张一言，来应聘业务员。以前干过采购没？采购严格来说没干过，但是销售我懂。销售？对，就是把东西卖出去，找客户谈合作，建立长期稳定的供需关系，本质上就是销售嘛。刘主任，我跟您说，我有一套非常成熟的商业模式。您知道流量不是？您知道客源吧？知道，传统做法里是1对1的，效率很低。我有一个方案叫客户裂变，就是一个客户如果介绍3个新客户来咱们这儿采购，咱给他返点，1个人拉3个人，3个人拉9个人，这个速度是翻倍增长，您懂吧？我们还可以搞拼单，比如3个人同时买同一个品，价格直接打8折，客户的粘性会提高，因为他下次买东西会先问他那几个朋友要不要一起拼。我们的业务员不用到处跑，客户自己替我们跑。这套打法我以前跑市场的时候反复验证。张岩是吧？对，张一言。我问你，我这儿是个批发站，客户都是下面县里的供销社和门市部，他们都拿工资，有什么理由替我们拉人？我听着怎么都不像好事儿。这是锐变增长。这样吧，你先填个表，我们这儿试用期1个月，底薪80，转正之后120。你要是有兴趣，明天来报道，先跟着老赵跑2天腿。家庭成员和本人成分，我是2026年的，这咋填？谢谢刘主任，我明天来报道。小张，你刚才说的那些，以后不要在外头跟别人说，容易被当成骗子。谢谢刘主任提醒。大学4年，在1990年不配被承认。问您个事儿，说，就街口那家蔡家百货，他们主要是做什么生意的？日用百货还是批发？蔡家他们什么生意都做，日用百货、劳保用品，过节还给厂里供福利。整条配件厂后街的店进货都先找他们家问价。怎么，你想去那儿买东西？不是，随便问问。他们开了多久了？去年开的，之前是个小摊儿，蔡家那个丫头接手之后才搞大的。那个丫头叫什么？蔡家妍啊，配件厂的都认识。怎么，你想认识认识？没有，我就打听打听，这年头做生意厉害的都得学习一下。外地人就是屁事儿多。蔡家妍，名字倒是温柔多了。打烊了，明天再来。又是你？招人吗？你会干什么？什么都会一点，学东西很快。明天早上6点，城东工地送劳保鞋，试用1天，干得了留下，干不了管你顿早饭，吃完走人。别迟到，迟到1分钟就不用来了。第一天找了2份工作，值。这玩意儿在2026年早该被淘汰了。3点起来装车，4点出门，我以为最难的已经过去了。几点了？操！你迟到了35分钟。路上绳子断了，货洒了一次。你绑绳子用的是活结，能撑过2条街是你运气好。你们这绳子不符合人体工程学，至少应该有个卡扣。我不管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货是我蔡家的，客户是工地的，你迟到了，货磕坏了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3点就起来了。那你更应该知道，送货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。你迟到，工地就停着等；你磕坏了货，我蔡家的名声就掉一块。你3点起来是你的事儿，我要的是6点整，货到货好。把货搬进去，搬完了来办公室找我。货搬完了，磕坏那2箱，工地的人说能用，我给他们打了折。谁让你打折的？货是我磕坏的，打折的钱从我工钱里扣。这次算了，下次再散货就不用来了。老子在2026年好歹也是有10万粉丝的，可这让个小丫头骗子骂了整整1上午，还扭了腰，这剧本谁写的？嘀咕什么呢？没什么。去后厨，早饭给你留了。
你说的这个 YP 卡靠谱吗？ VIP 不是 YP，Very important person， 非常重要的人。你说中国话。简单，就是让街坊们提前充钱，充10块送2块，充20送5块，然后每次买东西攒积分，积分攒够了换东西。就是让街坊先把钱放我们这儿。对，这叫囤货基金。街坊得了实惠，我们提前回笼了资金，双赢。试试，不行马上撤。你就瞧好吧。小蔡，你给我出来！小蔡，王婶儿，怎么了？我买了20年东西，从来都是一个价。今天来买，你告诉我充钱才能便宜，不充钱就比别人多花钱。你们这是看不起我王婶啊！就是街里街坊的，买个东西还分3、6、9等，这是谁出的馊主意？不是王婶大爷，这个会员卡是回馈老客户，您只要充一点钱进去，还要充钱？我给你送生意，你还让我先充钱？小蔡，你从哪儿找的这个外地小子？心眼子比筛子还多！王婶儿，这牌子马上撤，以后还是老规矩，街坊都一个价。哼，这个骗子太多了。小蔡也学坏了。我只是想帮你多卖点货。你帮我的办法，就让老客户堵门骂我。前几天弄什么 YP 卡，今天这又是啥意思？什么叫成团？婶儿，就是您拉上2个街坊一起买，3个人都打折。比如这袋洗衣粉单买1块，3个人一起买，1人8毛。8毛？那我要一袋，我回去喊我隔壁老李。对，多拉一个人，您就省2毛，拉的越多，省的越多。这会儿生意裂变模式，看到没？这就叫裂变。先把钱收了再说。你说好一起凑的，我拉了你，你现在说不买了？你拉我的时候可没说还得再拉一个人，凑不满3个人就不打折，这不耍人吗？那你怪我，你去怪那个小子搞的什么破规矩？你看，小蔡，你们这个叫砍一刀还是砍人一刀啊？为了凑人，我跟老李媳妇都吵红脸了。街坊邻里的，为省这几毛钱闹成这样，你们蔡家缺不缺德？各位婶儿，这个活动没了，从明天起店里还是老规矩。我只是想把销量做起来。你知道刚才王婶走的时候说什么吗？他说蔡家杂货店开始搞小聪明了，你这个月的饭没有了，店里你先别待了，明天去仓库办货吧。这哪是仓库，这是密室逃脱。你干啥呢？来搬货还是来画画的？赵师傅，咱们这仓库的动线有问题。什么玩意儿？动啥？就是货搬进搬出的路线。现在所有货乱堆，走道全堵死，搬一次货得绕半圈。如果按品类分区，留出一条主通道，搬货效率至少翻倍。你到底想说啥？还有计件制度，现在大家拿固定工资，搬多搬少一个样。如果改成搬一件算一件的钱，搬的越多拿的越多，那效率还能再提1倍。你刚才说搬一件算一件的钱？对，这叫计件工资。那搬得慢的呢？你是不是老板请来整我们的？不是，赵师傅，你听我说，别急啊。上个月就有人说老板想裁人，我说怎么突然来个小年轻在仓库里画来画去？你是来挑刺儿的吧？看谁偷懒好扣钱？哎，完全没有这个意思，我是说制度优化。算了，谁他娘的要扣你们钱？我的意思是，搬得快就能早点回家喝酒，搬得慢那也是你的事儿，没人扣你1分钱。我画画是因为我搬得慢，想搬快点，少挨蔡家门骂，跟你们没关系。你真不是老板派来的？我要是让我这辈子吃泡面没有调料包，哼！动线图、计件工资，2026年每个厂都在用的东西，搁这儿
差点被揍。进货出货表，这什么？你们原来那个记账方式流水账，查一次得翻半天，表格化之后一眼就能看到哪个品走得好，哪个品压库存。我本来在最右边写了一列环比增长率，后来想想你肯定又觉得我在说疯话，就改成了比上周。你什么时候做的？晚上，反正回去也睡不着。我喝完了。对了，我看了看你们的定价逻辑，你们的定价习惯基本就是进货价加一点卖出去，但有些品走量大，可以适当提价；有些品走得慢，可以搭着走量品一起卖。这个叫……算了，不重要。反正我这几天出的主意没一个管用的。我不是没饭了吗？明天早点来，仓库里还有一批货要理。这碗面不是管饭，是认可。这么晚还不回去？这2天蔡家店里那个外地小子是你吧？怎么了？有人下午来店里说是什么港商，要跟蔡家订一大批货，开口就是上万块的单子。港商？操着南方口音，穿的挺像那么回事儿。镇上几个店都在抢这笔生意，说是明天要去蔡家细谈。南方口音港商，上万块的单子找一家杂货店。蔡老板，鄙人姓黄，从香港过来的，在省城听说你们蔡家百货信誉好，特地绕路过来拜访。黄先生客气了，您要订什么货？我们公司在东南亚有工地，这批货是出口用的，量不小，价格好商量。黄先生，货我们可以备，付款方式……这个不急，只是我们公司有规矩，大唐跨境贸易需要先付一笔通关保证金，不多，2000块，货到香港全额退给你。小蔡，2000副手套，这得赚多少？黄老板，你那个皮包拉链上印的是温州制造吧？这是我从香港带过来的。那温州的厂子现在出口做得不错，连你们都用他们的包。这位小兄弟说话挺有意思，怎么，蔡老板，你们店里的人对客户都这么招待的？我去仓库搬货，你们聊。大姐，这3本黄物里怎么都查不到这家香港公司？香港的公司你用我们黄物查，你咋不用放大镜找天上的星星？那麻烦您帮我看一眼，这个电话号码是咱省城的号段还是外地的？这号码是隔壁县的，什么香港，连省城都不是。在2026年，找一个骗子只需要一部手机；在1990年，你得用嘴、用腿、用脸皮。师傅，劳驾。这人说他是香港来的，我想搭他的车拉趟货。您跑这条线跑得多，见过他没有？香港，这人是隔壁县的，姓黄，不姓什么港。去年还在县招待所门口摆过摊，让保卫科的撵过。师傅，您确定？我拉货拉了8年，这条线上什么人没宰过？他去年还坐过我一回车，一上车就吹自己是港商，到地方了连车费都想赖。你要是搭他车拉货，等着赔本吧。谢谢师傅，这顿我请。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！小兄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黄老板，我今天上午去了一趟邮局。你们公司的电话我查了，不是香港，是隔壁县。邮局大姐帮我翻的号段本，你要不要自己看一眼？然后我去了汽车站，坐了40分钟的车，在车站旁边的早点摊碰到一个师傅，他跑了8年长途。师傅说去年拉过你，你上车就吹自己是港商，下车连车费都想赖。他还说你在县招待所门口摆过摊儿，让保卫科撵过。你不是本地人吧？你连口音都不像。你不是蔡家的人，又不是来做生意的，你图什么？这小张确实不是本地人。怎么说不出来了？我试试。他不是本地人，但他是我蔡家的人。谁要赶他，先赶我。
蔡佳妍，愣着干嘛？进来搬货。还不走？把今天进的货合完就走。在来这儿之前，我是个靠嘴皮子吃饭的，每天对着镜头说话，说电影，说电视剧，说那些别人编出来的故事。收入不稳定，好的时候够吃，差的时候就跟这几天差不多。那你现在得学会靠手吃饭。下次再做事儿，先跟我说。2个人商量的主意总比1个人想的强。对了，明天要去省城进货，你和我一起吧。甜蜜蜜，你笑的天空里。这个型号你们进货什么价？零售120，纳货85，拿10台以上80。夏言，这款收音机我们要拿整个地区的独家代理。你说什么？这款机子厂家只在省城设了点，下面县市都是各地自己来拿货，价格很乱。我们拿整个地区的独家代理，用统一零售价往下铺货，中间的差价全是我们自己的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们是杂货店，不是百货大楼，厂家凭什么把整个地区的代理给我们？凭我们能卖的比谁都好。你又犯什么毛病？上次那个 YP 卡还没闹够。收音机的市场马上要爆，不出半年，家家户户都会有一台。现在谁先拿到代理员，谁就能吃下整个地区的盘子。你知道拿代理要压多少钱进去？知道，所以我跟你商量，2个人商量的主意，总比1个人想的强。保证金要的是现钱，现钱我们现在不多，我知道，但代理不是拿钱砸来的，是谈来的。谈？谁去谈？厂家经理凭什么跟我们谈？我去谈。蔡家百货，没听说过。你们在省城有门店吗？没有，我们店在配件厂后街，镇上的。镇上来的杂货店，长淮县3个门市部。上个月我去过，每个门市部平均1个月卖3到4台收音机，卖的最好的是一款带短波的，比你们这个型号老一代，你可以看看。我不是来拿货的，我是来跟你签军令状的。3个月，我让你这个型号在5个县的铺货率翻1倍。2000块，你跟人家签了？签了，首批50台，明天到货。钱你拿去，货到了你负责卖。你不问我为什么先斩后奏？你表格上写了3个月翻倍，我看了。50台收音机，下面县里的供销社来拿货，给95，中间15块差价全是店里的。我说什么来着？现代商业打1990年，统一价格就是管用。下面那些门市部以前自己乱砍价，一台机子只赚3、5块，现在我们帮他们把价格稳住，一台赚10块，都抢着来拿。你今天话怎么这么多？因为数钱的时候心情好。收音机这批货毛利比店里其他所有品加起来都高。我说过，帮蔡家站稳脚跟。你们卖的什么破玩意儿？差点把我家点着了！我昨天才买的，
今天就冒烟，你们蔡家百货卖假货。师傅，您先坐，机子我们查一下，如果是质量问题，不用查，我不听你扯，退货赔钱。我就说了，外地小子的货不靠谱。师傅，查清楚了，不是短路，应该是您家里插座电压不稳，保险丝没断，电线烧焦是过载，跟机子质量没关系。你少跟我扯什么保险丝。修好了，不收钱。多少钱？说了不收。昨天我说了，质量问题退一赔一，现在不是质量问题，是您家里的电不稳。我该查的查了，该修的修了。但是师傅，有个事儿我得跟您说，请在额定电压220伏下使用。这个机子不能跟电视插同一个插座，您回去把电视那个插头换到另外一边墙上，就不会再烧了。你这人修都修了，还给我讲这么多？不讲，下回还烧，下回烧了您又来拍桌子，我还得拆一次。谢了。那定时开机咋弄？您晚上睡前把钮拧到这儿，设到6点半，早上收音机自己响，比闹钟好使。闹钟就一个声，收音机能换台。我说呢，昨天6点半突然唱起来了。小蔡啊，你们这个售后搞得地道。我儿子他们供销社最近有一批滞销的劳保手套，堆了半年了，你有没有兴趣？劳保手套就这些，1200副，堆了半年了。多少钱？还谈什么钱？这批货当初进价1.2块，现在能卖8毛，我做梦都笑醒。领导说了，清不掉就报废，你要能拉走5毛，我都要了。啊？你说啥？一路都是好景象，石板路弯来又弯。白纱手套1200副，5毛一副。你疯了！长丰县供销社的货，他们堆了半年，马上要报废，5毛一副，比进价还便宜1半多。这玩意儿谁家没有？你卖给谁？你自己看看。你上次拿代理我不拦你，你签合同先斩后奏我没骂你。你告诉我这批手套，你的办法是什么？我在想，老子连拼多多砍1刀都拉不到人，现在得好好想想怎么把这些卖出去。你还不进来？那堆手套摆门口1整天了，没人看。等会儿。有一位你在干啥？堆成这样。我本来想把空纸箱扔了，但我发现丹淡明亮，字孔明。妈，我要最上面那个。一样的，拿底下这个。不要最上面的，最上面的好看。大姐，上面那双是样品，不卖。但可以拆新的，这副送你儿子。多少钱？6毛。在2026年，这叫黄金视线陈列，每一个便利店都在用。但1990年，所有店都平铺在柜台上。小蔡，这个手套咋摆在门口？是卖的不？姑娘，这手套多少钱？拿2个你是哪一门的？在6毛，6毛一副。我要2副，这个白的厚实。昨天我就看见了。这小张把个破手套摆得跟百货公司橱窗一样。给我也来一副。小张，你这摆东西是有一套。
没了，1200副，全卖了。佳言，你发现没有？这个镇上各种产品都有，滞销品也不少，但连一个专门卖女人用品东西的店都没有。女士优先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字面意思，女人进这个店优先。我问的是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儿？你猜？因为供销社里这些东西都搁在角落，女人的东西搁在角落，今天开始搁在最显眼的地方。你租这个门面花了多少钱？手套那批货赚的，大半扔这儿了。为什么要专门开个卖女人东西的店？202，反正以后你就知道了，女人的钱是最好赚的，前提是你得尊重她们，不是把东西卖她们，是帮她们选对东西。供货商我打过招呼了，货下午到。哎，别说，这个擦上去就是不油。这个是保湿霜，冬天洗脸之后擦，脸上不起皮。那个粉的是洗发水，油性发质用的。姐，你头发不油，拿旁边那个绿的。你怎么知道我头发不油？看一眼就知道了，这叫看多了。今天一天卖了供销社1个星期的量。你在看什么？他们进来的时候会先在门口停一下，看玻璃柜台，看货架，看那个招牌女士优先。然后他们进来之后不会急着走，会慢慢看。在供销社，他们拿一瓶雪花膏就走了。我不是在卖东西，我在让他们觉得这个店开的是专门给他们开的。你脸上起皮不是因为天气干，是因为你用的洗脸皂碱性太强。你怎么知道我用洗脸皂？看你皮肤就知道了，皂基洗完紧绷，时间长了就起皮。换成这个，洗完不干，再上这个，顺序别反。这个人上次就看一眼就知道我头发不油，他是不是学过？没学过，看多了。小张，你上次推荐的用了半个月不掉头发了，我脸上斑怎么弄？不是夏天才要防晒，是只要有太阳就要。小张，你这张嘴真是没白长。我活了50多年，第一次知道擦脸要分什么干皮油皮。就是供销社卖雪花膏，从来不跟你讲这些。张老师讲的比收音机里的医生还清楚。张老师，那可不，你这么能讲，不叫老师叫啥？下次来买再跟你讲，成分表上新换了一个配拆开比对过。哪个是张老师？你看，我姑娘用了你卖的那个洗发水，用了3天，你自己看。这款洗护用品用料超标，肤质敏感的人长期使用，很容易损伤头皮发质。纸面说明简略，没有标定适用人群与使用禁忌，厂家刻意隐瞒隐患。若是白天收货时仔细核对清楚，也不会闹出这事。你心里清楚这批货价值多少？我清楚。全数赔付下来，店里积攒的周转资金基本就空了。这些我都明白。你实在太冲动了，这般赔付下去，生意根本撑不住。明知货品有伤肤隐患还继续售卖，我夜里根本睡不安稳，愧对街坊信任。实在对不住，是我收货查验不够仔细，让大家用了不合规的货品。从前遇事你向来沉稳硬气，从来不肯低头，如今店铺遇上难处，你却开始学会低头了。
小张，如今又做起服饰生意了，衣服还成套往外摆。成套搭配着卖，省去自行搭配的麻烦，穿起来也更得体大方。成套买比分开单独买还要贵上几分钱呢。多花一点钱，省下费心搭配的功夫，着实划算。以后啊，我就来你家买衣服。又忙着忙活生意，怕是一早都没顾上吃饭。家园，好好用餐。看你神色不对，出啥事儿了？供货商那边通知，这批后续货品暂时没法正常供货了。为什么突然停货？说是近期货品产能紧张，调配不开。我今早瞧见别家摊位上新了同款服饰，想来是货源分配优先级调整了。这条街上服饰摊位不少，咱们用心经营，客源稳定，各家经营节奏不一样，货源分配自然有偏向。原来是货源统筹安排的问题。无妨，能被市场留意到，说明咱们的经营路子是稳妥的。我打算去往省城走访货源，多对接几家正规服装厂，总能敲定合适稳定的供货渠道。摊位离不开人照看，日常待客打理都少不了你。省城对接货源路途奔波，这趟我去吧，你安心守好摊位。树下坐一坐，把好日子常热闹。赶路匆忙，早饭记得趁热吃。安心照看摊位，打理好日常生意，我尽快敲定货源，准时归来。寻到新合作货源了，拿货价比从前实惠一成。一路赶路，吃过饭了吗？路上随便吃了点儿。路上吃时凑合，先趁热把家常饭吃了，其余事稍后再说。麻烦了，慢走，谢谢啊。我给你放这儿了。哎，好，那我先走了。接连走访7家服饰工厂，要么订单要求高，要么价位谈不拢，最终敲定王厂长那边货源稳定，首批300套服饰，月底准时送货上门。你确定这么做稳妥？稳妥，我全都规划好了。整栋楼租赁，租金压力不小，你清楚吗？清楚，每一笔开销我都核算过。这间采光最好，留给你做办公室。先把货品稳步卖起来，踏实走好第一步。服务呢，是我们蔡家百货的立根之本，所以我要求你们每个人都要把它记到心里。顾客进店优先问好，不说生硬的买什么，要说贴心的需要什么。顾客询问货品位置，务必亲自带路，不能随手一指敷衍，偷懒让顾客自行寻找货品。张哥，要是遇到我不懂的货品问题怎么办？及时请教同事，初次不懂可以谅解，2次不能含糊。开业3天8折优惠，让利幅度太大，利润太薄了。开业初期主打口碑引流，客流量做起来，积攒顾客信任，店铺才能长久稳定经营。你向来做事谨慎，这次是不是太过激进了？我做过市场调研，每一步都有把握。1年前，你穿着简单的衣服，在配件厂后街艰难谋生。是啊，当时还被老人家误会成落魄路人。10分钟后准时开门，所有人再逐一检查一遍货架货品。开门，迎客。蔡老板，宏达供销社下发通知，市面紧俏商品暂时停止供货，已配送至店的货谱需要原路退回，我们今日当场拉走。未经允许，谁让你们擅自进店搬货的？让他们搬。啊？问题不在供货方。张哥，实在抱歉，对面店铺开出3倍薪资，我只能另谋出路。
你说什么？是他。对面那个人姓江。2天了，你是不是准备在这儿做到过年？先吃。这一次有把握吗？没有。手底下风正软，你把笑意挂纸上，竹篮装着心摘的甜，饭凉了。都是好景象，石板路弯来又弯，脚步轻得像回响，老井边江家来了，百货大楼没了，但蔡家杂货店还在这儿，从头开始。这次我知道怎么。哎呀，春风正暖，把心事这是什么？之前所有帮过我们的人，供销社老周、服装摊那批老顾客，帮大妈做衣橱整理攒下来的街坊，现在都还在。老周说他仓库里还有一批去年压的胶鞋，清不掉。我说我来帮他卖。你卖胶鞋？我不光卖胶鞋，王婶想买个电饭煲，供销社没货，我帮他去省城代购。刘大爷家里衣柜堆了20年，我昨天去帮他理了一下午。你这是开杂货线还是开服务站？百货大楼开不了，但这条街上谁需要什么，我比任何人都清楚。长丰街有个小厂，毛巾堆了3个月的库存，厂长打电话来问你有没有办法。有。怎么帮？毛巾不好卖，但能换东西，我拿去换供销社压的日化原料，不需要现金，换回来之后原料我们自己用一部分，剩下的卖掉，差价是利润。你以前说这叫以物易物。对，那时候刘主任说我投机倒把。这一周帮3个街坊代购，清了2批库存，赚的不多，但稳。百货大楼正面硬打，打不过，那就从边路打，打不过正面就打边路战术。这叫游击战。好，游击战。配件厂后街那个杂货店，最近动了不少供销社的。是，帮供销社清库存，代购紧俏品，又给街坊做服务，没碰大宗批发。这个外地来的小子不懂规矩。几个了？7个，镇上所有跟我们合作过的供销社一早全打来电话，说江家放了话，继续跟蔡家走货，以后的紧俏物资配额就没了。老周呢？以物易物，帮毛巾厂清库存，帮供销社老周清胶鞋，帮王婶买电饭煲，帮刘大爷整理衣柜，这些跟江家的大零批发八竿子打不着。但你在动他的人。供销社的货以前只能从江家走，现在他们找你清库存，找你代购，你动的不是大龙批发，你动的是他们对江家的依赖。我出去走走。他们还愿意跟你干。老周刚才偷偷来过，说不是不想帮，是不敢。你得让他们敢。有人举报你们店里销售假冒伪劣商品，所有进货单、出货单、库存，今天全部要核查。查，每一张单子都在。这个洗发水以前被投诉过，去年的事儿，产品有点问题，我主动停业，退1赔1，所有顾客全额退款。同志，你们查的那个洗发水，他以前卖过一批洗发水，我用了脱发严重，他当天就把店关了，所有买过的人退1赔1，他自己拿棍子把剩下的货砸了，全家都看见了。这是他当时写的退赔证明，我一直留着。初步核查账目没问题，详细结果等通知，但材料你得自己送去工商联。下午就送。那个你留着干嘛？留个证据，以后谁再说你买假冒伪劣商品，我就拿出来。
小张，这是我攒的100块，不是借你的，是入伙。你要搞什么，算我一份。江家的出货记录，他们最近在囤一批紧俏货，等着涨价。货压在哪个仓库，哪个批次，我帮你们标出来了。老周，你这要是被知道，他不让我们活，我们还能怕他？我们几个商量过了，我们单个的店太小，江家随便掐。但如果我们一起进货，一起定价，他掐不死我们。你是配件厂后街那个小张？是的，江总。听说你做生意不错，谢谢江总关心了，我会继续努力。这个量一家拿，供销社不给打折。但如果我们20多家一起拿，直接找省城厂家，跳过江家的渠道。省城厂家他们会理我们？长平县毛巾厂、城东胶鞋厂、省城日化3厂，这些厂家江家压他们的价，他们早就不爽了。我每家都打过电话，只要量够，他们愿意直接跟我们签。那江家要是再来找麻烦，他找我们每个人的麻烦，我们一个个扛；他找我们所有人的麻烦，我们一起扛。7天，江家在这条街上的份额被我们咬掉了30%。现在，他可以坐下来认真跟我谈了。配件厂后街那个杂货店，他们联合了20多家小商户，统一进货，统一降价。我们在这条街上的出货量1周掉了30%。一个外地来的小子，来了不到1年，能让这么多本地人跟着他干，你们跟了我这么多年，谁能做到？约他，我亲自谈。江展的秘书打来的，他要见你。那就见。坐。配件厂后街那个杂货店，以前是我供货单上的最后一行。现在你那20几家店，1周拿货量顶得上我一个县级经销商。江总约我来，不是来夸我的。你觉得你在帮他们？你把他们的进货价压低了，把零售价打下来了，他们现在卖得高兴，赚得高兴。你觉得这是在帮他们？你破坏了规矩。今天你能拉走我的客户，明天他们就能拉走你的。你把市场搞乱了，最后吃亏的是所有人。江总，您说的规矩是您定的规矩。供销社的货只能从江家走，小店的价只能按江家的定，谁不按这个来就叫不懂规矩。但时代会变，今天我不做，10年后也会有人做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张一言，工长张，一言既出的那个一言。我记住了。别急，上次没赶上，今天我要第1个进。蔡家百货重新开业。张经理，江总让我来看看你们的促销方案，他说想学，拿回去看。有不懂的来问。江展派人来学，他不是来学的，他是来认的。想什么呢？在想，我第1天站在这条街上的时候，身上只有1件卫衣、几块零钱，被大爷当成要饭的。在想以后。你以前跟我说帮蔡家站稳脚跟，已经站稳了。蔡家百货重新开业1周，出货量已经超过我们同期。他不是来抢生意的，他是来教我们做生意的。这种人挡得住一时，挡不住一世。
可惜他不是我们江家的人。22得4，33得9。24得8，25、10。你以前喜欢的那个跟我长得一样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我是说，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他跟你很像，你比他厉害多了。吃苹果，再放该变色了。不是今天，但快了。你又没吃早饭？等会儿。你这几天话怎么这么少？干活呢。2个都吃了，中午不用等我。佳妍，我走了。明天早点来，新店还有一批货要理。好。枣树底下风正软，你把笑意挂枝上，竹篮装着新摘的甜，一路都是好景象。石板路弯来又弯，我回来了，脚步轻得像回响，老井边上水声响，把这日子慢慢长。哎呀，春风正暖，把心事都吹散。哎呀，人来人往，都往欢喜伤感。树下坐一坐，把好日子唱热闹。树下笑一笑，你他知道星星还在。树下来一段，乡亲们都来打枪。